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财主好心收留乞丐，却拆了他家墙。乞丐，我这是在救你。在清朝末年，南方有个小镇，名叫柳河镇。这柳河镇虽不大，却也有那么几位富户，其中要数赵财主家最为殷实。赵财主名叫赵富财，40多岁，长得膀大腰圆，一脸横肉，可心底还算善良。这天，赵财主刚从镇上的钱庄回来，怀里揣着刚换来的几锭银子，心里头美滋滋的。刚走到家门口，就见一个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的乞丐蜷缩在墙角。那乞丐见赵财主来了，赶紧爬起来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老爷行行好，赏口饭吃吧。”赵财主停下了脚步，见这乞丐瘦得皮包骨，心里不由得泛起了一丝怜悯。他转身吩咐管家去厨房拿2个馒头来。管家一脸不情愿，嘟囔着：“老爷，咱家粮食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这乞丐天天来，哪天是个头啊？”赵财主一听这话，脸一沉：“让你去拿你就去拿，废话少说。”管家不敢多言，只好进屋拿了2个馒头递给乞丐。乞丐接过馒头，千恩万谢地走了。第二天，那乞丐又来了，赵财主依旧赏了他2个馒头。如此这般，一连过了7、8天，乞丐每天都来，赵财主也每天都赏他吃的。这天，赵财主见乞丐又来了，便把他叫到跟前：“我说兄弟，你天天这么讨饭也不是个事儿啊。这样吧，我家里正好缺个打下手的，你若是愿意，就在我家住下，帮我干点零活，管吃管住，你看咋样？”乞丐一听这话，眼泪都下来了：“老爷真是大好人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”赵财主哈哈一笑：“行，那你今天就留下吧，让管家给你安排个住处。”乞丐就这样在赵财主家住了下来。他干活勤快，嘴也甜，赵财主一家都很喜欢他。尤其是赵财主的夫人李氏，见乞丐可怜，经常给他做几件新衣裳。转眼间到了腊月28，再有2天就是春节了。赵财主家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，乞丐也跟着忙活，心里头也很高兴。这天夜里，赵财主一家都睡了，乞丐却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悄悄爬起来，穿上衣服，出了屋门。他东瞅瞅西望望，见四周没人，便悄悄来到了赵财主家的东厢房前。这东厢房是赵财主家的库房，里面存放着粮食和一些值钱的物件。乞丐走到库房前，从怀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小刀，对着库房的墙就捅了过去。嗤啦一声，墙皮被划开了一道口子。乞丐也不停歇，继续划着。不一会儿，墙上就被他划出了一个碗口大的洞。乞丐划完洞，也不进屋，就站在墙外头，瞪大眼睛盯着洞口。这一盯就是1个时辰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风吹过，乞丐打了个冷战。他缩了缩脖子，刚要转身离开，却见那洞口里突然冒出了一股黑烟。乞丐一见黑烟，眼睛立马就亮了。他死死地盯着洞口，只见那黑烟越冒越多，渐渐地形成了一个人影。乞丐一见人影，心里头不由得咯噔一下。他刚要转身逃跑，却见那人影猛地朝着他扑了过来。乞丐吓得妈呀一声，瘫坐在了地上。就在这时，那黑影却又停了下来，在离他不到1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。乞丐定睛一看，只见这黑影浑身漆黑，面容狰狞，2只眼睛绿油油的，像是2盏灯笼。乞丐颤抖着声音问：“你是谁？”那黑影也不答话，只是张着大嘴朝他呵呵地叫着。乞丐见这黑影不答话，心里头更害怕了。他强忍着恐惧，慢慢地往后挪着身子。就在这时，那黑影却突然消失了。
乞丐一见黑影消失，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撒腿就跑。他一口气跑到了赵财主的屋里，把赵财主叫醒：“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”赵财主睡得正香，被乞丐这一嗓子给吓醒了。他迷迷糊糊地问：“啥大事啊？”乞丐喘着粗气说：“我刚才看见东厢房里有黑影。”赵财主一听这话，就立马就醒了。他披上衣服，点上灯笼，跟着乞丐来到了东厢房前。赵财主照着洞口往里一看，啥也没有。他转头问乞丐：“你说的黑影呢？”乞丐指了指洞口，就在这里头。赵财主又往里照了照，还是啥也没有。他有些生气了：“你这小子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这来瞎嚷嚷啥？我看你是欠收拾。”乞丐一见赵财主生气了，吓得赶紧跪在地上：“老爷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看见黑影了。”赵财主才不信他的鬼话，一挥袖子：“行了，别在这啰嗦了，赶紧回屋睡觉去。”乞丐不敢多言，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屋。第二天一早，赵财主一起来就去查看东厢房的墙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差点没把他气死。只见那墙上被划开了一个碗口大的洞，洞周围的墙皮都掉了下来。赵财主气呼呼地找到乞丐：“好小子，我说你怎么大半夜的跑这来嚷嚷呢？感情是你把这墙给划了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”乞丐一见赵财主发火了，吓得连连磕头：“老爷，老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您饶了我吧。”赵财主才不听他的求饶，一把将他拽了起来：“走，跟我去见官。”乞丐一听要去见官，吓得尿了裤子：“老爷，老爷，我求您了，您别送我去见官，我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需要照顾啊。”赵财主才不管他家里有啥人呢，硬是把他拽到了镇上的衙门。到了衙门，赵财主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跟县太爷说了。县太爷一听，拍案而起：“好大胆的乞丐，竟敢划坏人家的墙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打20大板！”乞丐一听要打板子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趴在地上，连连磕头：“大人，大人，您饶了我吧，我是有苦衷的呀。”县太爷才不听他的废话，一挥手：“打！”衙役们得令，抡起板子就朝着乞丐打了过去。乞丐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哭爹喊娘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阵风吹过，那乞丐身上的伤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。县太爷和赵财主一见这情景，都愣住了。乞丐趁机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说：“老爷，县太爷，我实话跟你们说吧，我这么做其实是在救你们呢。”赵财主一听这话，气得更厉害了：“好小子，你划坏我家的墙，还说是救我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”乞丐也不生气，慢慢地说起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这乞丐以前也是个有钱人，只因一次意外，家道中落，这才流落至此。他有个远房亲戚，是个道士，曾跟他说过一些奇闻异事。那道士告诉他，有些人家里会住着一些不干净的东西，这些东西白天不出来，到了晚上才会现身。他们靠吸食人的阳气为生，若是被他们缠上，轻则生病，重则丧命。乞丐见赵财主家气运不旺，怕是住了不干净的东西，这才故意划开东厢房的墙，想看看里面到底有啥。没想到还真让他给撞上了。乞丐说完，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符，贴在了东厢房的墙上。他说这黄符能镇住那东西，让他不敢再出来害人。不过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要想彻底解决问题，还得请个道士来做法。赵财主一听这话，半信半疑。县太爷却是个明白人，他见乞丐说的有板有眼，知道这事不简单。他吩咐衙役去把镇上的刘道士请来。不一会儿，刘道士就被请到了衙门。
刘道士一看那黄符，就知道事情不简单。他围着东厢房转了一圈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念完咒，刘道士对赵财主说：“赵老爷，您这宅子里确实住了不干净的东西，不过您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他。”赵财主一听这话，赶紧给刘道士跪下了：“道长，您可一定要救救我呀！”刘道士一把将他扶起：“赵老爷放心，贫道定当竭尽全力。”说罢，刘道士从怀里掏出一张符咒，贴在了东厢房的门上。然后他又从背包里拿出一些法器，围着东厢房摆了起来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刘道士点燃了3炷香，对着东厢房拜了3拜，嘴里大喊一声，开坛做法。只见刘道士手持桃木剑，围着东厢房跳起舞来。他一边跳一边念咒，那符咒随着他的舞动，无风自动，猎猎作响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阵风吹过，东厢房的门猛地被打开了，紧接着一股黑烟从门里冒了出来。刘道士一见黑烟，大喊一声：“孽畜，看剑！”说罢，桃木剑带着风声朝着黑烟就刺了过去。那黑烟一见桃木剑，吓得赶紧往后躲。刘道士哪里肯放过他，追着黑烟就刺。这黑烟也是狡猾，东躲西藏，就是不让刘道士刺中。刘道士累得满头大汗，心里头不由得暗骂：这孽畜还真是难缠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那黑烟突然朝着乞丐扑了过去。乞丐一见黑烟朝自己扑来，吓得连连后退。他嘴里喊着：“道长，救我！”刘道士一见黑烟扑向乞丐，大喊一声：“孽畜，休走！”说罢，他使出浑身的力气，将桃木剑朝着黑烟就扔了过去。那桃木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准确地刺中了黑烟。只听扑哧一声，黑烟被桃木剑刺中，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。刘道士见状，松了一口气，瘫坐在了地上。赵财主见黑烟消散，赶紧跑到乞丐跟前，将他扶了起来：“兄弟，你没事吧？”乞丐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多亏了道长。”赵财主转头看向刘道士，感激地说：“道长，真是太谢谢您了，若不是您，我这条命怕是就没了。”刘道士摆了摆手：“赵老爷客气了，除魔卫道乃是我辈职责所在。”赵财主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，递给刘道士：“道长，这是一点心意，您收下吧。”刘道士推辞道：“赵老爷，贫道出家人，不图钱财，您的心意我领了。”赵财主见刘道士不肯收钱，也不再强求，他吩咐管家：“去给道长准备些酒菜，咱们要好好谢谢道长。”管家应了一声，转身去准备酒菜了。刘道士和赵财主、乞丐来到客厅，坐下闲聊。赵财主问刘道士：“道长，您说这黑烟到底是啥东西？”刘道士捋了捋胡子：“这黑烟乃是一只厉鬼，他不知因何死在了赵老爷的宅子里，怨气不散，这才成了厉鬼。若非及时发现，恐怕赵老爷一家都有性命之忧。”赵财主一听这话，吓得直冒冷汗：“那道长，您说这厉鬼还会回来吗？”刘道士摇了摇头：“放心吧，贫道已经用符咒将他封印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”赵财主这才放下心来。酒菜备好，赵财主陪着刘道士喝了几杯。酒过3巡，刘道士突然问乞丐：“兄弟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想必也是个有福之人，咋就沦落到这步田地了？”乞丐叹了口气，将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道士。刘道士听完，点了点头：“原来如此，兄弟，你若是不嫌弃，就跟着贫道吧。贫道虽不能让你大富大贵，但保你衣食无忧，还是做得到的。”乞丐一听这话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：“道长，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！”
赵财主见乞丐有了去处，也很高兴。他吩咐管家去给兄弟拿些盘缠，让他跟着道长去吧。管家应了一声，转身去拿盘缠了。不一会儿，管家拿来一些银两和衣物，递给乞丐。乞丐接过盘缠，跪在地上给赵财主磕了3个响头：“老爷，您的恩情，我永生难忘。”赵财主将他扶起：“兄弟，快起来吧，咱们相识一场，也是缘分。你跟着道长好好修行，将来必有出头之日。”乞丐应了一声，跟着刘道士离开了赵府。自那以后，赵财主家的东厢房再也没出过啥怪事。赵财主为了感谢刘道士，特地给他在镇上修了一座道观。刘道士也不客气，带着几个徒弟就住了进去。那道观香火旺盛，每天来烧香拜神的人络绎不绝。刘道士也不白收香火钱，他时常开坛做法，为百姓祈福消灾。再说那乞丐跟着刘道士修行几年后，竟也学得了一些法术。他心地善良，时常下山帮百姓看病驱邪，深得百姓爱戴。转眼间10几年过去了。这天，赵财主家突然来了一辆马车，车上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老者。那老者一下车就直奔赵府而来。赵财主见那老者面生，不由得心生疑惑：“请问您是哪位？”那老者微微一笑：“赵老爷不记得我了，我是当年的那个乞丐呀。”赵财主一听这话，仔细打量了一番老者，这才认出他来，原来是兄弟呀！这么多年没见，你都老成这样了。老者笑了笑：“岁月不饶人啊，赵老爷也别光顾着说我呀，你自己不也老了吗？”两人相视一笑，来到客厅坐下。老者从怀里掏出一本秘籍，递给赵财主：“赵老爷，这本秘籍乃是我师父传给我的，我留着也没啥用，就送给你吧。”赵财主接过秘籍，翻开一看，只见上面记载着一些神奇的法术。他惊讶地问：“兄弟，这本秘籍如此珍贵，你咋就送给我了呢？”老者摆了摆手：“赵老爷客气了，咱俩啥关系呀？送本秘籍算啥？再说了，我跟着师父修行这么多年，这些法术早就学会了。”赵财主见老者如此大方，心里头很是感动。他吩咐管家摆酒设宴，要好好款待老者。酒过3巡，老者突然问赵财主：“赵老爷，我听说最近镇子上不太平啊，是不是有啥怪事发生？”赵财主叹了口气，不瞒兄弟说，最近镇子上确实不太平，有好多家的牛羊都无缘无故的死了，百姓们人心惶惶啊。老者一听这话，眉头微皱：“哦，竟有此事。那赵老爷可知是啥东西在作怪？”赵财主摇了摇头：“不知啊，我派人查了好久，都没查出个所以然来。”老者沉吟片刻：“这样吧，赵老爷，我明天去镇子上看看，说不定能查出些线索来。”赵财主一听这话，高兴得连连点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那就有劳兄弟了。”第2天，老者换上了一身便装，来到了镇子上。他东瞅瞅西望望，仔细地观察着镇子上的一草一木。走到镇子东头的时候，老者突然停下了脚步。他盯着前方的一座废弃的宅子，眼里闪过一丝金光。只见那宅子大门紧闭，周围杂草丛生，显得阴森可怖。老者缓缓地走到宅子跟前，轻轻地推开了大门。大门一开，一股阴风扑面而来，老者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他定了定神，迈步走了进去。宅子里黑洞洞的，啥也看不见。老者从怀里掏出一张符咒，贴在墙上。只见那符咒瞬间亮了起来，将宅子照得如同白昼。老者借着符咒的光亮，在宅子里四处查看。走到后院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了一个地洞。那地洞黑洞洞的，不知通向何方。老者趴在洞口，仔细地听了听，
只听里面传来一阵阵滋滋的叫声。老者一听这声音，心里头不由得一沉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，倒出一些粉末，撒在了洞口。只见那粉末刚一接触洞口，就冒起了一股青烟。青烟散去，只见一群浑身漆黑、长着獠牙的小怪物从洞里爬了出来。老者见状，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看招！”说罢，他挥动着手中的法杖，朝着小怪物就打了过去。那些小怪物哪里是老者的对手，不一会儿就被打得七零八落。老者见小怪物都被打死了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他转身刚要离开，却见那地洞里又爬出了一只巨大的黑兽。那黑兽浑身漆黑如墨，两只眼睛绿油油的，像是两盏灯笼。他张开大嘴，朝着老者就扑了过来。老者见状，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符咒，贴在了自己的额头上。只见那符咒瞬间亮了起来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光芒一闪，老者竟然凭空消失了。那黑兽一见老者消失，四处寻找起来。就在这时，老者的声音突然在他的耳边响起：“孽畜，你在找我吗？”黑兽循声望去，只见老者竟然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后。他大吼一声，朝着老者就扑了过去。老者微微一笑，身形一闪，就躲过了黑兽的攻击。他挥动着手中的法杖，与黑兽站在了一起。这黑兽虽然凶猛，但老者毕竟修行多年，法术高强。不一会儿，黑兽就被老者打得连连后退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那黑兽突然张开大嘴，吐出一颗黑色的珠子。那珠子一出，整个宅子都黑了下来。老者一见那珠子，脸色大变，不好，这是噬魂珠。噬魂珠乃是一种极其邪恶的法宝，能够吸食人的魂魄。老者没想到这黑兽竟然会有如此法宝，一时间竟有些手足无措。就在这时，只见那珠子突然朝着老者飞了过来。老者见状，大喊一声：“不好！”说罢，他赶紧挥动法杖，施展法术抵挡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那珠子竟被老者用法术击得粉碎。黑兽一见珠子被击碎，哀嚎一声，瘫倒在了地上。老者趁机上前，将黑兽一举歼灭。消灭了黑兽，老者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他转身离开宅子，回到了赵府。赵财主见老者回来，赶紧迎了上去：“兄弟，咋样了？”老者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赵财主。赵财主听完，惊讶得合不拢嘴，没想到这镇子上竟然有如此邪恶的东西，多亏兄弟及时发现。赵财主感激地看着老者，眼里满是敬佩：“兄弟，你可真是咱们镇上的大英雄啊！没有你，咱们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呢。”老者笑着摆摆手：“赵哥，你这是说的啥话？咱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互相帮忙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了，我这也是赶巧了，正好赶上了这事儿。”赵财主却不依不饶：“那可不行，你救了咱们镇子上的人，这恩情咱得记一辈子。这样，咱在镇子上给你立个碑，让后人都知道你的大恩大德。”老者一听这话，吓得连连摆手：“可别可别，赵哥，你这是要折杀我呀！咱就是个修道的，不求名不求利，你就别给我整这些虚的了。”赵财主见老者不肯，也不再强求，他吩咐管家去把咱家那坛陈年老酒拿来，今儿个咱得跟兄弟好好喝一顿。管家应了一声，转身去拿酒了。不一会儿，管家就捧着一坛酒走了过来。赵财主打开坛盖，一股浓郁的酒香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。赵财主给老者倒了一碗酒，递给他：“兄弟，来，咱哥俩干一碗。”老者接过酒碗，一饮而尽。他咂了咂嘴：“好酒，好酒啊！”两人边喝边聊，一直喝到夜幕降临。
赵财主见老者有些醉了，就吩咐管家安排房间让他休息。老者被管家搀扶着来到房间，躺下就睡着了。这一觉，他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中午。醒来后，老者觉得神清气爽，精神焕发。他穿好衣服，走出房间，只见赵财主已经在客厅等着他了。赵财主见老者出来，笑着迎了上去：“兄弟，睡得咋样啊？”老者拍了拍肚子：“好，好得很。赵哥，你这酒可真够劲啊！”赵财主哈哈大笑：“咱这酒可是祖传的秘方酿造的，别的地方可喝不到。”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，老者就提出要告辞了。赵财主再三挽留，老者却执意要走。赵财主无奈，只好吩咐管家准备马车送老者。老者坐上马车，朝着赵财主挥了挥手：“赵哥，咱走了呀。”赵财主也挥了挥手：“兄弟，保重啊，有空常来。”马车缓缓驶离赵府，朝着镇外驶去。老者坐在马车上，回想着这几天的经历，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千。就在这时，马车突然停了下来。老者探出头，只见前面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子。那女子长得如花似玉，肤白貌美，正朝着他微笑。老者一愣：“姑娘，你这是？”那女子盈盈一拜：“道长，小女子名叫翠花，是镇子上的人。我听闻道长消灭了镇上的黑兽，特地赶来感谢道长。”老者一听这话，赶紧下车还礼：“姑娘客气了，这都是贫道应该做的。”翠花抬起头，看着老者：“道长，小女子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”老者微微一笑：“姑娘但说无妨。”翠花咬了咬嘴唇：“小女子自幼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。我听闻道长道法高深，想拜道长为师，学习道法，不知道长肯不肯收留？”老者一听这话，不由得愣住了。他看着翠花，眼里闪过一丝犹豫。翠花见状，赶紧跪在地上：“道长，求您收留我吧，我愿意为道长鞍前马后，做牛做马。”老者叹了口气，伸手将翠花扶起：“姑娘，不是贫道不收留你，只是这修道之路异常艰辛，姑娘恐怕吃不了这个苦啊。”翠花却坚定地说：“道长，我不怕苦，只要能学到道法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”老者看着翠花坚定的眼神，心里不由得有些动容。他沉吟片刻：“好吧，既然姑娘如此执着，那贫道就收你为徒吧。”翠花一听这话，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：“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！”老者笑着摆摆手：“先别急着叫师傅，等你通过了贫道的考验，再叫也不迟。”翠花连连点头：“师傅放心，我一定好好表现，不让师傅失望。”就这样，翠花跟着老者开始了修道的生涯。老者对翠花要求严格，每天天不亮就让她起床练功。翠花虽然累得满头大汗，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转眼间，几年过去了，翠花已经从一个柔弱的女子变成了一个身手了得的女道士。她不仅学会了老者传授的所有法术，还自创了一套剑法，在镇子上小有名气。这天，老者将翠花叫到跟前：“翠花，你已经跟了贫道几年了，现在贫道要考验你一下。镇子上最近出现了一只妖怪，为祸百姓，你去将它消灭，如果成功了，贫道就正式收你为徒。”翠花一听这话，眼里闪过一丝兴奋：“师傅放心，我一定不负所望。”说罢，翠花拿起法杖，朝着镇外走去。老者看着翠花的背影，眼里满是欣慰。翠花来到镇外，四处寻找妖怪的踪迹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发现了一只浑身长满绿毛、眼睛像灯笼一样的妖怪。翠花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看招！”说罢，他挥动法杖，朝着妖怪就打了过去。那妖怪见状，
张开大嘴，吐出一团绿色的火焰。翠花身形一闪，就躲过了火焰的攻击。她趁机挥动法杖，又朝着妖怪打去。那妖怪疼得嗷嗷直叫，连连后退。翠花却步步紧逼，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。不一会儿，那妖怪就被翠花打得奄奄一息。翠花趁机使出最后一击，将妖怪一举歼灭。消灭了妖怪，翠花回到镇子上，将好消息告诉了老者。老者听后，高兴得连连点头：“好，好，翠花，你没让贫道失望。”说罢，老者从怀里掏出一本秘籍，递给翠花。这本秘籍是贫道的师傅传给贫道的，现在贫道将它传给你，你一定要好好修炼，将来必成大器。翠花接过秘籍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：“谢谢师傅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”就这样，翠花在老者的指导下继续修炼道法。几年后，她已经成为了一个法力高强、名震一方的女道士。她不仅消灭了许多妖怪，还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，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。而老者呢，他也因为收了一个好徒弟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。他和翠花一起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，保护着这里的人们免受妖怪的侵扰。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这片土地上流传最广的传说之一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男子给老汉守灵。夜里天降大雪，老汉，冷就睡会吧。故事发生在民国末年，那时候世道不太平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在关外的一座小村庄里，住着一位名叫李大山的老汉。这李大山啊，一辈子没娶过媳妇，无儿无女，孤身一人。可他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村里人有啥难事儿，他总能伸出援手。因此，虽然无亲无故，但他在村里的人缘却好得不得了。这一年冬天，李大山得了场大病，卧床不起。村里人轮流去看望他，给他送吃送喝。可眼看着年关将近，老汉的病情却一天比一天重。终于，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老汉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村里人得知消息后，纷纷前来吊唁。按照村里的规矩，得有人给老汉守灵。可老汉无儿无女，谁来守灵呢？正当大家为难之际，一个年轻男子站了出来。这男子名叫王小二，是村里一个孤儿，从小吃百家饭长大。他感激老汉生前的照顾，主动提出要给老汉守灵。村里人一看，王小二虽然年轻，但心地善良，是个实在孩子，于是大伙儿就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当天晚上，王小二就坐在老汉的灵堂前，手里拿着一根香，默默地祈祷着。外面的风雪越下越大，仿佛要吞噬整个世界。王小二坐在灵堂里，听着外面的风声雪声，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凄凉之感。他想起老汉生前的点点滴滴，心中更是悲痛欲绝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夜越来越深。王小二坐在灵堂里，困意渐渐袭来。他强打起精神，告诉自己不能睡，得给老汉守好灵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灵堂外传来一阵脚步声。王小二心中一惊，赶紧站起身来。他透过窗户一看，只见一个身穿黑衣、头戴黑帽的身影正朝灵堂走来。这身影走起路来轻飘飘的，仿佛没有重量一般。王小二心中暗自琢磨，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呢？不一会儿，那身影就走到了灵堂门口。王小二定睛一看，这不正是去世的李大山老汉吗？只见老汉的脸色苍白，双眼紧闭，身上还穿着去世时的衣服。王小二吓得差点叫出声来，但他还是强忍住恐惧，硬着头皮问道：“老汉，你咋回来了？”老汉仿佛没听到他的话一般，
径直走到灵堂中央的棺材前，缓缓地跪了下来。王小二见状，心中更是惊讶不已。他壮着胆子走上前去，想看个究竟。只见老汉双手合十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仿佛在祈祷着什么。王小二心中疑惑不解，他想，老汉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老汉开口说道：“冷就睡会吧，孩子。”王小二一听这话，心中更是惊恐万分。他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老汉，你咋说话了？”老汉没有理会他的话，依旧自顾自地祈祷着。王小二见状，也不敢再打扰他，只好退到一旁，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幕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王小二觉得自己的眼皮越来越重，困意越来越浓。他强打起精神，告诉自己不能睡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觉得一股暖流从脚底涌上心头，瞬间觉得全身暖洋洋的，困意也一扫而空。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不冷了，而且精神抖擞，仿佛刚刚睡了一个好觉一般。他心中暗自琢磨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在这时，他听到老汉又开口说话了：“孩子，你心善，老汉我知道。今天夜里天降大雪，你守灵辛苦了，老汉我无以为报，只能给你这点温暖了。”王小二一听这话，心中顿时明白了，他感激地看着老汉，说道：“老汉，谢谢你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守灵的。”老汉闻言，微微点了点头，然后站起身来，缓缓地朝灵堂外走去。王小二看着老汉的背影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敬意。他觉得自己仿佛得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，全身充满了干劲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。他赶紧跑出去一看，只见村里人都聚集在院子里，议论纷纷。他一问才知道，原来刚刚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雪，雪势之大，前所未见。而老汉的灵堂里竟然一点雪花都没飘进来。村里人都觉得这事儿太神奇了，纷纷猜测是不是老汉显灵了。王小二听了这话，心中更是确信不疑。他觉得老汉一定是知道自己守灵辛苦，特意来给自己送温暖的。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喊道：“快看，老汉的棺材动了！”众人一听这话，纷纷朝棺材看去。只见棺材盖竟然缓缓地打开了，露出了老汉安详的脸庞。大家一看这情景，都吓得连连后退。王小二却勇敢地走了上前去，他看着老汉的脸庞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亲切感。他仿佛听到老汉在耳边轻声说道：“孩子，别害怕，老汉我走了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”王小二闻言，心中顿时释然了。他知道老汉已经走了，但他留给自己的温暖和力量却会永远伴随着自己。他默默地对着老汉的棺材磕了3个头，然后转身离开了灵堂。从此以后，王小二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了。他牢记老汉的教诲，乐于助人，为村里人做了许多好事。而老汉显灵的故事也在村里传开了，成为了一段佳话。这就是咱今儿个给您讲的故事。您说这事儿神奇不神奇？老汉走了，还能给守灵的人送温暖，这事儿可真够让人琢磨的。不过呀，咱也甭管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反正他给咱带来的启示可是实实在在的。做人啊，就得心善，多做好事，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感激。您说是不？王小二自己心里也明白，老汉给他的不仅仅是那一夜的温暖，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。他开始主动帮衬村里的孤寡老人，哪家有个大事小情的，他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。村里人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都夸他是个好后生。转眼间，
春去秋来，又到了雪花纷飞的季节。这一年的冬天比往年都要冷上几分。村里的老人们都说，这是老汉在天上看着呢，要给大伙儿来点考验。王小二听了这话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老汉在天之灵看到，他没有辜负老汉的期望。这天夜里，王小二正在家里围着火炉烤火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他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村里的李大娘，一脸焦急地站在门外。小二啊，快跟大娘走一趟，你赵大爷病了，家里就他一个人，这可咋整啊？李大娘边说边抹眼泪。王小二一听，二话不说，披上棉袄就跟李大娘往赵大爷家赶。到了赵大爷家一看，只见赵大爷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额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。王小二一摸赵大爷的额头，烫得吓人。赵大爷，你这是发烧了，得赶紧想办法退烧。王小二边说边在屋里转悠，想找点退烧药啥的，可翻遍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，也没找到半片药。这可咋整啊？大半夜的，上哪找大夫去？李大娘急得直跺脚。王小二冷静下来，想了想，突然眼睛一亮，大娘，我记得村东头有个老中医，他家应该有退烧药，我这就去跑一趟。说着，王小二不顾外面的风雪，拔腿就往村东头跑。那夜的雪真大呀，风卷着雪花，像刀子一样往脸上割。王小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雪地里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赶紧把药取回来，救赵大爷一命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王小二终于气喘吁吁地跑到了老中医家。老中医一听是救人，二话不说，拿了一大包药递给王小二，还嘱咐他咋吃。王小二千恩万谢地接过药，又一头扎进了风雪里。等他再回到赵大爷家时，已经是后半夜了。他给赵大爷喂了药，又守在一旁，时不时地给赵大爷擦擦汗，换换毛巾。直到天蒙蒙亮时，赵大爷的烧才终于退了。赵大爷睁开眼一看，王小二正趴在床边打盹呢。他心头一热，眼泪就下来了。他挣扎着坐起身来，轻轻地拍了拍王小二的肩膀。王小二被惊醒了，一看赵大爷醒了，高兴得像个孩子。赵大爷，你可算醒了，吓死我了。赵大爷拉着王小二的手，一个劲儿地感谢：小二啊，多亏了你，要不我这条老命就交代在这儿了。王小二憨厚地笑了笑：赵大爷，你这是说的啥话？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？这事儿一传开，村里人更是对王小二刮目相看了。大家都说王小二这是得了老汉的真传，成了村里的活雷锋了。王小二听了这话，心里美滋滋的。他知道这都是老汉在天之灵保佑着他呢。于是他更加卖力地为村里人做好事，无论是修桥补路，还是帮衬邻里，他总是冲在最前面。转眼间又到了春节，村里人为了感谢王小二，特意在村头搭了个戏台子，请来了戏班子唱大戏。大伙儿围坐在戏台子前，吃着瓜子花生，看着热闹的戏文，别提多高兴了。王小二也被大伙儿拉到了前排坐着，他看着台上热闹的场面，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老汉。他仿佛看到老汉正坐在天上，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，他的心里暖洋洋的。他知道老汉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他感到骄傲的。戏唱到一半时，突然天上飘起了雪花，大伙儿一看下雪了，都纷纷往家里赶。王小二却坐在那儿没动，他仰着头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，心里默默地念叨着：老汉呐，你看这雪多美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会一直守着这个村子，守着咱们的家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觉得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他回过头一看，只见一个身穿黑衣、
头戴黑帽的身影正站在他身后。他定睛一看，这不正是去世的李大山老汉吗？老汉还是那副慈祥的模样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王小二激动地站了起来：“老汉，是你吗？你真的回来了？”老汉没有说话，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。然后他轻轻地挥了挥手，只见漫天的雪花瞬间停止了飘落，天空变得晴朗起来。王小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明白，老汉这是在告诉他，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可以安心地离去了。他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，但他知道这是幸福的泪水。老汉转身朝天边走去，渐渐地消失在了云层之中。王小二站在原地，目送着老汉的背影，直到他完全消失为止。从此以后，王小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，他要继续为村里人做好事，守护这个村子，直到自己老去的那一天。而老汉的故事也在村里代代相传，成为了一段永恒的佳话。这就是咱今儿个给您讲的故事。您说这事儿神奇不神奇？老汉显灵，救了王小二一命，又给他托梦，让他成了村里的活雷锋。这事儿啊，您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反正它就这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。咱们呢，还是得相信好人有好报，多做好事，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您说是不？那天之后，王小二像是被老汉的灵魂附体了一般，不仅变得更加勤奋努力，而且似乎总能预知到一些即将发生的事情。村里人都说，这是老汉在天有灵，特意派下来守护村子的。有一天，村里突然来了一位穿着奇怪、举止神秘的老人。这位老人满头白发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手里还拿着一根破旧的拐杖。他走到村子中央，就开始四处张望，仿佛在寻找什么。村里人看到这位老人，都纷纷围了上来，有的好奇地问他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有的则热情地邀请他去家里做客。但老人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，说他在找一个叫做龙脉的地方。龙脉？啥玩意儿？咱村可没听过这词儿啊！村民们一听，都愣住了，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王小二从人群中挤了出来。他盯着老人看了半天，突然觉得这位老人有点面熟，但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他想了想，决定先问问老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大爷，您这说的龙脉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咱村可从来没听过这东西。王小二问道。老人看了王小二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。他缓缓地说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看起来挺面善的，能不能带我去你家坐坐？我慢慢给你讲。”王小二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。他隐约觉得这位老人不简单，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。他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带老人回家去。到了家里，王小二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，然后坐在一旁听他讲述龙脉的事情。老人说，龙脉是天地间的一股神秘力量，它藏在地下，能够滋养万物，带来好运。而他这次来，就是为了寻找这股力量，为村子带来福祉。王小二一听这话，心里不由得犯了嘀咕。他想，这龙脉啥的，听起来咋这么玄乎呢？但看着老人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他又不好意思说出来。于是他只好陪着老人继续聊下去。聊着聊着，老人突然话锋一转，问起了王小二和老汉的事情。王小二一听这话，心里更加疑惑了。他想，这老人咋知道老汉的事情呢？难道他真的跟老汉有啥关系？老人似乎看出了王小二的心思，微笑着说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别担心，我跟老汉是就相识了。他生前曾经跟我提起过你，说你心地善良，是个难得的好孩子。我这次来就是为了看看你。”王小二一听这话，心里顿时暖洋洋的。他想，
原来这老人真的是老汉的朋友啊！他赶紧站起身来，给老人鞠了个躬，表示感谢。老人见状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然后他站起身来，走到院子里，开始四处张望。王小二跟在他身后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啥。过了一会儿，老人突然停住了脚步，指着院子里的一个角落说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看那里。”王小二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那里有一块大石头，上面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。他看了看老人，又看了看石头，心里更加疑惑了。“大爷，这石头有啥讲究吗？”王小二问道。老人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这石头啊，是龙脉的入口，只有找到它，才能找到龙脉的力量。”王小二一听这话，心里不由得激动起来。他想，难道这真的是龙脉的入口吗？如果真的能找到龙脉的力量，那村子就有希望了。于是他赶紧叫来了村里的青壮年，大家一起动手，开始挖掘那块大石头。挖了整整一天一夜，终于挖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。大家站在洞口前，都屏住了呼吸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股强大的力量从洞里涌了出来，瞬间弥漫了整个村子。村民们只觉得一股暖流从脚底涌上心头，全身都变得暖洋洋的。这是龙脉的力量吗？王小二喃喃自语道。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没错，这就是龙脉的力量，它会滋养万物，给村子带来好运。”村民们一听这话，都纷纷欢呼起来。他们觉得这是老汉在天有灵，特意派下来守护他们的。于是大家决定在洞口前建一座庙，供奉老汉的灵位，感谢他的庇护。庙建好之后，王小二被推选为庙祝。他每天都会在庙里祈祷，感谢老汉的庇护和龙脉的滋养。而村子也真的像老人说的那样，变得越来越繁荣富强了。就这样过了很多年，王小二也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但他依然坚守在庙里，守护着那份神秘的力量和村子的安宁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也像老汉那样安详地闭上了眼睛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村里人按照他的遗愿，将他安葬在了老汉的墓旁。大家相信，他们在天上也会像生前那样，继续守护着这个村子。而龙脉的力量也一直在村子里流淌着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。他们都知道，这是老汉和王小二留给他们的最宝贵的财富。这就是咱今儿个给您讲的故事。您说这事儿神奇不神奇？老汉显灵，龙脉滋养，村子繁荣，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一样。但咱们还是得相信，好人有好报，多做好事，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您说是不？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男子给老妇发丧，众人吊唁，乞丐祭拜后说：“死的不是你爹。”这里老汉年轻时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啥都会，啥都懂，又能文又能武，还是个热心肠，经常帮衬邻里，左邻右舍哪家有个大事小情的，他总是第一个出头露面，帮着张罗。按说这样的人应该能寿终正寝，安享晚年才是，怎么突然间就没了呢？这事儿可真透着那么一股子邪性。那日清晨，李老汉的儿子李小武从城里头赶回来，一看他爹躺在床上，脸白得跟纸似的，早就咽了气儿了。李小武这个哭啊，那个伤心劲儿，就跟天塌了似的。村里的人听见动静，也都纷纷过来帮忙。李老汉一生行善积德，大家伙心里都记着他的好，能帮的自然得帮一把。丧事儿办得挺热闹，全镇的人几乎都来了，排着队吊唁，那叫一个悲伤啊！有的人掉眼泪，有的人小声议论，反正不管怎样，大家伙都对李老汉的离世感到惋惜。
就在众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时，一个穿着破破烂烂、蓬头垢面的乞丐摇摇晃晃地走进了院子。这乞丐可不是一般人，整个柳河镇的人都认识他，大家都叫他老叫花子。这老叫花子虽然穿得破，可整天笑呵呵的，也看不出啥忧愁。镇子上的人也都挺心善，谁家有口吃的，也都愿意给他一口。这老叫花子一进门，啥也没说，就走到李老汉的棺材前，扑通一声跪下了，然后就开始拜。一边拜一边嘴里还嘟嘟囔囔的，也不知道在说些啥。李小五一看，心想这老叫花子也来凑热闹了。他心里虽然这么想，但也没说啥，毕竟人家大老远的来了，还给自个儿爹磕了头，哪有不让人家拜的道理。老叫花子拜完了，就站起来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还哼着小曲儿。众人一看都愣住了，心想这老叫花子咋回事啊？咋这么高兴呢？就在这时，老叫花子突然转过身来，冲着李小五喊了一嗓子：“小子，你爹没死！”这一嗓子可把李小五给喊懵了，心想这老叫花子咋回事啊？怎么胡说八道的？不光是李小五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这咋回事啊？刚才还好好的，咋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？李小五的脸色瞬间就变得铁青，心想这老叫花子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？这种话都敢乱说。可是李小五毕竟是个读过书的人，有涵养，他没跟老叫花子一般见识，只是瞪了他一眼，啥也没说。可是在场的众人却不干了，这咋回事啊？大家伙心里都犯嘀咕，这老叫花子今天是不是神经了？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这不是存心捣乱吗？有几个年轻气盛的上去就想把老叫花子给轰出去。老叫花子一看形势不妙，也不废话，转身就走。众人一看他走了，也就没追，心想这老叫花子肯定是脑子有问题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可是这事儿却在大家伙心里头留下了个疙瘩，总觉得怪怪的，说不出的别扭。丧事儿办完了，大家伙儿也都回去了，可是这事儿却在镇上传开了，都说这老叫花子今天是不是中邪了？咋能说出这种话呢？李小五也是满心疑惑，这咋回事啊？自己爹明明就没了，这老叫花子咋能说没死呢？李小五心想，这老叫花子不会真的知道些什么吧？他心里这么想着，也就留了个心眼儿，决定偷偷地查一查这事儿。到了晚上，李小五就悄悄地来到他爹的坟前，打算开棺验尸。他知道这事儿干起来有些荒唐，也有些吓人，但是他心里就是有那么一股子好奇心，就是想弄明白这老叫花子到底为啥要说那句话。李小五悄悄地来到坟前，四周一看没人，就从怀里掏出个小铲子，开始挖坟。挖了好一会儿，才把棺材给挖了出来。李小五累得满头大汗，也没顾上擦，就把棺材盖给掀开了。这一掀开，李小五可愣住了，这咋回事啊？棺材里头躺着的可不是他爹，而是一个陌生的老头。李小五一看，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心想这咋回事啊？怎么棺材里头躺着的不是自个儿爹呢？李小五坐在地上愣了好半天，才缓过神来。他仔细地看了看那个老头，又想了想自己爹的样子，心里这才明白过来，这老头肯定不是自己爹。那自己爹去哪儿了呢？这又是咋回事啊？李小五心里头乱得跟一团麻似的，也顾不得多想，就赶紧把棺材盖给盖上了，又把坟给填平了。回到家里，李小五是坐立不安，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这事儿，心想这咋回事啊？这棺材里头躺着的咋就不是自个儿爹呢？那自个儿爹去哪儿了呢？李小五想了一宿，也没想出个头绪来。第二天一早，
他就去找镇上的老人们打听打听，看看能不能打听到点啥线索。老人们一听这事儿，也都愣住了，心想这咋回事啊？怎么还有这等怪事？李小五问了半天，也没问出个结果来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，谁呢？就是给他爹办丧事儿的那个道士。那道士是远近闻名的能人，会的东西可多了去了，也许他能知道点啥。李小五找到那道士，就把事儿跟他说了。道士一听也愣住了，心想这咋回事啊？这事儿可真够邪门的。道士沉吟了一会儿，才对李小五说：“这事儿我得去你爹的坟上看看，才能知道是咋回事儿。”李小五一听，赶紧领着道士去了他爹的坟上。道士围着坟转了一圈，又看了看棺材，这才叹了口气，对李小五说：“这事儿可真是邪门了，你爹的魂魄被人给拘走了。”李小五一听，吓得差点没坐在地上，心想这咋回事啊？自己爹的魂魄咋还能被人给拘走了呢？道士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这事儿说来话长。你爹一生行善积德，本应寿终正寝，可是有人心生恶念，把你爹的魂魄给拘走了，想要借他的阳寿。这事儿得赶紧解决，要不然你爹的魂魄就回不来了。”李小五一听，吓得脸都白了，赶紧问：“那咋办呢？道长，你可得帮帮我呀！”道士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事儿得找到拘走你爹魂魄的那个人，把魂魄给要回来。不过这事儿可不容易，得有高人指点才行。”李小五一听，心里就更没底了，心想这咋回事啊？这事儿咋还越说越玄乎了呢？道士看了看他，说：“你也别太担心，我这就去给你找个高人，也许他能帮你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”李小五一听，心里这才稍微好受了点儿，心想这道长是个能人，他认识的人肯定也不简单，也许真能帮我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于是李小五就跟着道士去找他说的那个高人了。一路上，李小五心里是七上八下的，也不知道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解决。他边走边想，突然想起了那个老叫花子，心想这老叫花子咋就知道棺材里头躺着的不是自己爹呢？他是不是知道点啥？一想到这，李小五心里就更乱了，心想这咋回事啊？这事儿咋越来越复杂了呢？李小五就这么跟着道士一路走走停停，也不知道走了多远，这才来到一座大山前。道士停下脚步，对李小五说：“这山里头住着一位高人，他也许能帮你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”李小五一听，赶紧点了点头，说：“那咱们赶紧去找他吧。”道士笑了笑，说：“别着急，咱们得先准备点东西，要不然那高人可不会见咱们。”李小五一听，赶紧问：“那得准备点啥呀？”道士沉吟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这个嘛，你回去准备3样东西，一样是公鸡血，一样是黑狗血，还有一样是……”道士说到这儿，突然不说了，而是用手往东边指了指。李小五一看东边是条河，心里就明白了，赶紧说：“我知道了，还有一样是河水，对吧？”道士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没错，就是这3样东西。你回去准备好，咱们明天一早再来。”李小五一听，赶紧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行，我这就回去准备。”说完，李小五就回家了。回到家里，他赶紧去找公鸡和黑狗，又跑到河边取了点河水，这才算把东西给准备齐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李小五就带着东西去找道士了。道士一看东西准备好了，就领着李小五往山里头走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这才来到一个山洞前。道士停下脚步，对李小五说：“这就是那高人的住处了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进去跟他说说。”李小五一听，赶紧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行，道长，你去吧。”
道士说完，就进了山洞。道士进了山洞，李小五就在外头等。这一等，可就是老半天。李小五心里头那个急呀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团团转。他心想：这咋回事啊？这道长咋进去这么久还不出来呢？那高人是不是不愿意见我呀？李小五正这么想着呢，突然听见山洞里头传来道士的声音：“李施主，请进来吧。”李小五一听，赶紧应了一声，就往山洞里头走。一进山洞，他就看见了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，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闭着眼睛，不知道在干啥。李小五一看这老头，心里头就嘀咕：这老头就是那道长说的高人。道士一看李小五进来了，就对他说：“李施主，这位就是我说的高人，你快把事儿跟他说说吧。”李小五一听，赶紧走到老头跟前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，说：“高人，你可得帮帮我呀！我爹的魂魄被人给拘走了，现在躺在棺材里的都不是我爹呀。”老头一听这话，这才睁开眼睛，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李小五一番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事儿我知道了，你起来吧，咱们坐下说。”李小五一听，赶紧站了起来，在老头旁边坐下。道士也找了个地方坐下，然后就开始听老头说话。老头沉吟了一会儿，才对李小五说：“这事儿确实不简单。拘走你爹魂魄的那个人是个高手，想要从他手里把你爹的魂魄要回来，可不容易。”李小五一听，吓得脸都白了，赶紧问：“那咋办呢？高人，你可得帮帮我呀！”老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也别太担心，这事儿虽然不容易，但也不是没办法。不过这事儿得靠你自己。”李小五一听，心里就更没底了，心想：这咋回事啊？这事儿咋还得靠我自己呢？老头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就接着说：“这事儿得靠你自己去找你爹的魂魄，不过你得先找到一样东西才能去找。”李小五一听，赶紧问：“找啥东西呀？高人，你快说呀！”老头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，递给李小五，说：“就是这块玉佩。这块玉佩是你爹当年从一个高人手里得来的，有驱邪避凶的功效。你拿着这块玉佩，就能找到你爹的魂魄了。”李小五接过玉佩，仔细地看了看，只见玉佩上刻着一些奇怪的纹路，也不知道是啥意思。他心里头虽然犯嘀咕，但还是把玉佩收好了，心想：这玉佩真的能帮我找到爹的魂魄吗？老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也不用多想，这事儿能不能成，还得看你自己。不过你得记住，找到你爹的魂魄之后，一定要赶紧回来，要不然你也会被拘走的。”李小五一听，赶紧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行，我记住了。”说完，李小五就告别了老头和道士，拿着玉佩，踏上了寻找爹魂魄的路。这一路，李小五是历经千辛万苦，也不知道走了多远，这才来到一个阴森森的山谷。山谷里头黑雾缭绕，阴森恐怖。李小五一看这架势，心里头就直打鼓，心想：这咋回事啊？这地方咋这么吓人呢？不过李小五是个孝顺的儿子，为了找到爹的魂魄，他啥也不怕。他壮着胆子就往山谷里头走。走了没多远，就看见一个黑影，嗖的一下就过去了。李小五一看，吓得差点没坐在地上，心想：这咋回事啊？这黑影是啥玩意儿啊？不过李小五也没多想，就赶紧追了上去。追了好一会儿，这才追上一个山洞前。李小五一看，这山洞黑洞洞的，也不知道有多深。他心里头虽然犯怵，但还是咬了咬牙，走了进去。山洞里头阴森森的，啥也看不见。李小五就掏出火折子，点亮了。这一照，可把他吓了一跳。
只见山洞里头到处都是骷髅和白骨，吓得李小五直往后退。不过李小五也没退缩，他就壮着胆子继续往里走。走了没多远，就看见一个黑影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不知道在干啥。李小五一看这黑影，心里头就嘀咕：这黑影是不是拘走我爹魂魄的那个人呢？李小五这么一想，就赶紧悄悄地靠了过去。等他靠近了一看，这才发现这黑影还真是个活人，而且还是个老头。这老头长得瘦骨嶙峋的，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，也不知道是啥来历。李小五一看这老头，心里头就琢磨：这老头是不是就是拘走我爹魂魄的那个人呢？他正这么想着呢，突然听见老头说话了：你来了。李小五一听，吓得差点没叫出来，心想：这咋回事啊？这老头咋知道我来了呢？不过李小五也没退缩，他就硬着头皮走到老头跟前，说：是我来了，你把我爹的魂魄拘走了，你得还给我。老头一听这话就笑了起来，说：你想要回你爹的魂魄？行啊，那你得拿东西来换。李小五一听，赶紧问：拿啥换呢？你说吧。老头指了指李小五手里的玉佩，说：就拿这块玉佩来换吧。李小五一听，心里头就犯嘀咕：这咋回事啊？这老头咋知道我手里有玉佩呢？不过李小五也没多想，就赶紧把玉佩递给了老头。老头接过玉佩，仔细地看了看，这才点了点头，说：行，你爹的魂魄我还给你。说完，老头就用手往旁边一指。李小五一看，只见旁边多了一个黑影，正慢慢地往他这边飘。李小五一看这黑影，就知道这是他爹的魂魄，赶紧扑了上去，抱住就哭。哭了好一会儿，李小五才擦干眼泪，对老头说：谢谢你，我爹的魂魄找回来了，我该走了。老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你走吧，记住以后别再来了。李小五一听，赶紧点了点头，抱着爹的魂魄就往外走。等他走出山洞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山洞已经消失了，只剩下一片黑雾。李小五一看这架势，吓得赶紧撒腿就跑。跑了好一会儿，这才跑到镇子上。他一回到家里，就赶紧把爹的魂魄放进棺材里，然后又请了个道士给爹做法事。法事做完之后，他爹的魂魄就回到了身体里，又活过来了。李老汉一活过来，就把事儿跟大伙儿说了。大伙儿一听，都惊讶得不得了，心想：这咋回事啊？这事儿可真够邪门的。不过大伙儿也没多想，就赶紧给李老汉准备吃的喝的。李老汉吃了点东西，喝了点水，这才缓过神来。他一缓过神来，就对大伙儿说：这事儿多亏了那个高人，要不然我这条老命就没了。大伙儿一听，都纷纷点头，说：是啊，是啊，多亏了那个高人。说完，大伙儿就都散了。李老汉也躺在床上休息去了。不过这事儿却在镇上传开了，大伙儿都说这事儿可真够邪门的，以后可得小心点。而李小五呢，也经过这事儿，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人这一辈子啥都是假的，只有亲情才是最重要的。从那以后，他就更加孝顺爹了，天天陪在爹身边，给他端茶倒水，伺候得无微不至。李老汉一看儿子这么孝顺，心里头也乐开了花。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不过每当镇子上的人提起这事儿，都还是会觉得邪门得很。而那个高人也成了一个传说，在镇子上流传了很久很久。李老汉身体恢复后，李小五的孝顺在村里传为佳话。村里人都说李老汉有福气，养了个这么孝顺的儿子。李小五听了，心里头美滋滋的，觉得自己的付出都值得了。可这事儿还没完。有一天，
李小五在地里干活，突然听见村里头传来吵闹声。他一听，心里头就咯噔一下，心想：这咋回事啊？村里头咋这么热闹呢？李小五也没心思干活了，就赶紧扔下锄头，往村里头跑。等他跑到村里头一看，只见村里人都围在一个大树底下，叽叽喳喳地说啥呢？李小五挤进去一看，这才发现原来是村东头的老王头，正跟大伙儿说事儿呢。李小五一听，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老王头最近也遇到了邪门的事儿。他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总能听见屋子里头有动静，好像有啥东西在走来走去。他一开灯，却啥也没有。可等他一关灯，那动静又来了。老王头被这动静折腾得睡不好觉，整天精神恍惚的。他找了几个道士来看，可那些道士都说没啥问题。老王头没辙了，这才来找大伙儿帮忙。大伙儿一听这事儿，都议论纷纷。有的说老王头是遇到鬼了，有的说老王头是得病了，还有的说老王头是产生幻觉了。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着，也没个定论。李小五一听这事儿，心里头就琢磨，这咋回事啊？这老王头遇到的，是不是跟我爹遇到的事儿一样呢？这么一想，李小五就赶紧走到老王头跟前，说：老王头，你别急，我这有个高人，或许能帮你。老王头一听，眼睛就亮了，说：真的？那太好了，你快帮我找找那高人吧。李小五一听，就赶紧点头，说：行，我这就去。说完，李小五就告别了老王头和大伙儿，撒腿就往山洞那边跑。他跑到山洞前，大声地喊：高人，高人，你在吗？喊了好一会儿，这才听见山洞里头传来道士的声音：谁呀？大呼小叫的。李小五一听，赶紧说：是我，李小五，我有事儿找你。道士一听，就赶紧出来，把李小五领了进去。李小五一见高人，就赶紧把老王头的事儿说了。高人一听，就皱了皱眉，说：这事儿有点麻烦。李小五一听，心里头就咯噔一下，心想：这咋回事啊？这事儿咋还麻烦了呢？不过他也没退缩，就赶紧问：那咋办呢？高人，你得帮帮我呀。高人沉吟了一会儿，才说：这事儿得靠你自己，不过你得先找到一样东西，才能去帮老王头。李小五一听，赶紧问：找啥东西呀？高人，你快说呀。高人从怀里掏出一张符纸，递给李小五，说：就是这张符纸，你把这张符纸贴在老王头家的门上，那邪物就不敢进去了。不过你得记住，贴符纸的时候一定要念咒语，要不然符纸就不灵了。李小五一听，赶紧点了点头，说：行，我记住了。说完，李小五就告别了高人，拿着符纸，撒腿就往村里头跑。他跑到老王头家，把事儿跟老王头说了。老王头一听，赶紧拿出笔墨纸砚，让李小五把咒语写下来。李小五写完后，就把符纸和咒语交给了老王头。老王头接过符纸和咒语，仔细地看了看，这才点了点头，说：行，我知道了。说完，老王头就把符纸贴在门上，然后按照咒语念了起来。这一念，可把他吓了一跳。只见符纸上突然冒出一团火光，把邪物给烧得无影无踪了。老王头一看这事儿成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对李小五说：小五啊，你可真是个大好人，这事儿要是没有你，我可咋整啊？李小五一听，心里头也美滋滋的，觉得自己的付出都值得了。他说：老王头，你太客气了，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互相帮忙是应该的。说完，李小五就告别了老王头，回家去了。
这事儿在村里头又传开了，大伙儿都说李小武可真是个孝顺又热心肠的小伙子。而李小武呢，也经过这事儿，更加坚信了人心向善的道理。他觉得只要大伙儿都互相帮助，啥邪门的事儿都不怕。时间一长，李小武在村里的名声更大了，大伙儿有啥事儿都来找他帮忙，他也从不推辞。村里头有啥纠纷，他也总是第一个站出来调解。大伙儿都说李小武就像个活菩萨似的，给大伙儿带来了福气。而李小武呢，也乐在其中。他觉得能帮大伙儿做点事儿，自己也觉得心里头痛快。他常常跟大伙儿说，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有啥事儿就互相帮忙呗，这样大伙儿都高兴嘛。大伙儿一听这话，都纷纷点头，觉得李小武说的在理。村里头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融洽了，大伙儿都像一家人似的，亲亲热热的。这事儿啊，就这么过去了。可李小武的热心肠和孝顺却一直在村里头流传着。每当大伙儿提起这事儿的时候啊，都还是会觉得心里头暖暖的。他们觉得呀，有李小武这样的好小伙子在村里头啊，可真是他们的福气呢。而李小武呢，也一直保持着他的热心肠和孝顺。他觉得呀，能帮大伙做点事儿啊，自己心里头也痛快。所以呀，他就一直这么干着，一直干到了老。等李小武老了的时候啊，村里头的人都还尊敬他，爱他。他们觉得呀，李小武这一辈子啊，可真是活得值了呀。而李小武呢，也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啊，可真是没白活。他觉得呀，能帮大伙儿做点事儿啊，可真好啊。所以呀，他就一直这么乐呵着，笑着，一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。村里头的人啊，都把他埋在了他爹娘旁边。他们觉得呀，李小武这一辈子啊，一直都在孝顺爹娘，帮大伙儿做事儿啊。所以呀，他就应该跟爹娘埋在一起啊，这样他在天堂里头啊，也能跟爹娘团聚了呀，也能继续帮大伙儿做事儿啊。这事儿啊，就这么过去了。可李小武的故事啊，却一直在村里头流传着。每当大伙儿提起这事儿的时候啊，都还是会觉得心里头暖暖的。他们觉得呀，有李小武这样的好小伙子在村里头啊，可真是他们的福气呢。也一直激励着后来的人啊，要孝顺爹娘，热心肠的帮大伙儿做事儿啊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